好了，因为最近汉光演习啊，赖清德也到处去看啊，然后说现在他的幕僚也穿军装来摆拍了，所以就被在野党说啊，不是军人可以穿军装吗？哦，那比如这个是总统府办公室的发言人啊，郭雅慧得穿个军装啊，这是这个还有呢，这个总统办公室主任陈义霖啊也穿军装哦，所以就被人讲说这是干嘛耍帅吗？啊，是作秀呢？哦，那总统府有辩驳的说我们这哪有违法？哦，这是尊重惯例跟专业哦，但是惯例有这样吗？哦，马文君立法委员就说呢。这军方应该谨守分际了，哦，幕僚不是军人，不应该穿军装的哈、哦。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这叫上面胡搞，下面学样，有样学样哦，是摆拍的哈、哦。那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锡成说呢，他是不是哦，整个决策体系很紊乱哦，才会这样变成幕僚怎么可以高调穿军服哈、哦？那以前海军舰长吕礼师是说，穿成这样子容易出事了。他说有些军人哈、哦。退役后会保留一些东西纪念嘛，而且可能别一个东西，这有像这种是全套穿，你看从帽子一路下来，这个是很少这样子哦。因为有些人可能戴个军帽啦，哦，或是绑个什么 S 腰带啦，哦，打个绑腿啦，哦有哦，但是全副武装、全副戎装哦，这样不好。那我们看陆海空军刑法74条，公然冒用军人服饰、徽章或官衔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啊，那这是军人服饰哦。按照他的讲法哈，连徽章什么都不行哦，都不可以，是非常严格的哈。那所以呢，《联合报》的社论也说呢，这个评论也说呢，幕僚穿军服要了解战场不是秀场，军服也不是戏服啊，哦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看一下。共同作战图像平台向总统说明，穿着陆军迷彩服是到海军快速布雷艇总兰英德14号南下高雄，国防部长顾立雄着军装同行，合乎惯例。但仅是机要任用了总统办公室主任陈义霖，却在脸书抛出军服照，写下打掉重练，一步步推进。虽然困难重重，在每次内部会议都能感受到总统守护国家的强大决心，还 #今年第一次穿着军服，汉光的臂章很美，但此举可能已违反军规。总统是三军统帅，穿军服是导部队演习没有问题，但是呢，幕僚他要跟随总统去视察部队。你如果说不是现役军人，那不好意思你不能穿戴相关的军服或配件连步章都不可以随后我将会乘上快速布雷艇。军装军服都不行，而且这场视导行程，连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也疑似穿着迷彩服出席，与陈义霖在后方交头接耳。另外，15号总统前往巴黎视导汉光演习，陈义霖也是穿着陆军军服随行。然而，摊开陆海空军刑法第74条规定，公然冒用军人服饰、徽章或官衔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刑法159条则明定，公然冒用公务员服饰、徽章、官衔者，处15000元以下罚金。除了可能被课予罚金，文职幕僚穿军服也被质疑逾越政治分际，造成决策体制混乱等等问题。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回应，总统视导重大国防演训，相关幕僚团员是依国防部配合参演部队训机管理，穿着迷彩服是为尊重专业及作业惯例，没有违反规定，没有违法问题。赖淑慧，我觉得就4个字啦，不伦不类啦哦。其实我们陆海空的军服是有军服条例的，里面是非常明定的说，只有现役军人可以着军服。当然有3种例外规定了啊。如果你是退伍军人的话，你经过国防部邀请来参加一些典礼，你可以穿军服。然后第2个，你经国防部的核准，你可以穿军服啊，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哦。但是我猜啦，国防部一定会帮总统办公室去讲话啊，有啦，我们有同意他啦。这个就是我们的国防部，只要遇到总统连你是我的巧克力都可以说出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军纪啦、武德啦、军队文化，什么都可以退让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悲哀的地方只是我不懂总统办公室主任说要打掉重练，他是要打掉什么？过去8年之前的8年的军队文化、军事管理，甚至军中将领，可是都是蔡英文升迁的耶，蔡英文建制的耶。所以怎样，赖清德是要打掉
蔡英文建立的国军文化，是不是？蔡英文这当了8年的三军统帅，把国军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赖清德要把他打掉重练嘛？我觉得这就是不伦不类嘛。总统的幕僚，你们着军装就是去摆拍，这就像总统之前去看灾一样。说真的，看灾啊，行政院长要来，内政部长要来，结果行政院长没有来，内政部长没有来，然后总统去到那里，总统唯一多于行政院长跟内政部长的权限叫做出动国军，然后灾民要求了，总统说：“哎，你不要什么事情都依赖国军哦，啊，你唯一多于行政院长的权限不就是动用国军吗？结果你还拒绝灾民，那你就是来摆拍的啊！啊，人家跟你讲了讯号，啊，你又不知所以然，说不知道说 NCC 手下可以动用救灾通讯车，你又跟人家计较说没有啊，你用的是哪一家？你为什么没有讯号？人家我们郭立委有。”所以摆拍都做得不好啊！你只想到处摆拍，救灾也要摆拍，演习也要摆拍，你的幕僚也要抢着摆拍。我觉得我们的总统或者我们的行政官员，如果都沦落到这种都要作秀，或者是都要摆拍，然后都要不务正业，上班时间在搞大罢免，在搞这种作秀文化的话，甚至把作秀文化带到军队。我真的觉得你们花了这么多钱，说要备战，说要强化国军的战斗力，我觉得到最后都是一场空的。来发言人。这就是一个刻意的攻击啦，因为我们会看到，其实过去在8年的期间，其实蔡英文总统身边只要有这个国防演习啊，连身边的文职人员都会穿着军装，因为这叫一体性、整体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在演习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那个状态。那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变装？当然是为了要掩护，要为了避免被发现，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专有名词，就是所谓的训机管理。那这个在所有的军队的演习里面，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如此。所以真的不要无限上纲，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被攻击的几乎都是女性的人员，我真的觉得不要这么的传统，不要这么的封建，我们还是要针对专业性来看，就是今天在演习，你该有的 SOP， 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规格都必须要有，而且这一次的整体的国军的演习，其实针对于其他被教召的后备军人，大家都是非常肯定的，他们都认为跟过去不一样，有做到更专业的这个内容，那也让大家有更好的学习，所以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防卫的演习来说，其实是备受肯定。那回到刚刚讲到关税，现在台湾确实没有收到任何关税的来信，那目前都还在谈判当中。既然还在谈，就没有任何公布的可能性，因为就是没有定案所以此时此刻这个阶段，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信心的稳定。我们尽量在谈。那最重要是不只是谈经济方面，我们把国防国安都拉进来一起谈。那也是希望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不只要获得对台湾最有利的关税，整体的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防备的这个相关的状况也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没有收到信这件事情，是国际媒体都已经有报道去讲说，包含像欧盟、包含像印度、包含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其实大家都没有收到。所以确实全世界有一些国家就是真的就没有收到，还在谈判当中。而且你有机会谈的话，就越能够谈出一个越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假消息真的非常多，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欧盟是已经收到了，欧盟是30%，对，原来是20哈，原本是20%，提高到30%。好，这个有时候时间过了很久，大家记忆会被洗掉，但是呢，照片就有真相。这一张呢，就是马英九时代汉光演习的照片。好，我们请摄影大哥，好，看得出来这些总统的这些总统府的重要官员，我仔细看一下，这个人好像是萧旭岑，这个人好像是萧旭岑，基本上就穿着防弹背心。然后呢，这个戴上这个陆军的这个帽子，但是一般的服装，对，这是一般的服装。那我想循惯例，从马英九时代的惯例就是如此。那为什么会出现连文职的人员、办公室里面的这些主任啊，这个总统府发言人都要去穿军装？那他们2位在这个汉光演习里面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那总统府的发言人难道是汉光演习的发言人的角色吗？啊，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在这里面有任何的参与任何的指挥调度，甚至上前第一线作战都没有啊，他就随总统出去啊。总统在前面跟这个相关指挥官在了解的时候，2个人后面嘻嘻哈哈啊，不是在讨论正事啊。你看那个发言人跟总统办公主任2个人交头接耳，嘻嘻哈哈。所以你把这个场合当成一个什么场合？当成你自己在作秀、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场合，而且没有一个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
参加这么重要的汉光演习之后，竟然发脸书的，这个很多的机密可能在里面。那把这发脸书什么你是说你自己重要性，还是帮总统擦脂抹粉？要帮总统擦脂抹粉，坦白讲多的嘞，国防部、民进党、立院党团，怎么样轮不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从马蔡时代都是一个隐形人，都是一个在台面下来帮助总统处理政务，甚至来谈行程的，不会去浮上台面，大啦啦的说这说的，还打掉重练，打掉蔡英文的建军计划啊，不是说好的蔡归赖随吗？怎么就不随了？外交也不随，国防也不随。那有这个，那到底是打掉谁？打掉里面的人事，还打掉里面所有的规矩制度？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啊，大家会拿出批评，并不是什么鸡蛋挑骨头，而是就是看不过去嘛。不是性别。也不是性别嘛，8年都是这样。那马英九时代就不是这样啊，马英九时代就不是这样嘛？为什么到民进党时代？一个军人的体系，而且你伟山，你就刚才作为女性，你刚才作为女性，你刚才讲那2位女性，这个是很严重错误的命题，没有人去讲这2个人如何，是他们自己先跳出来，凸显自己的角色。更何况大家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性别的概念，根本没有什么性别的概念。我们谈的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啊。国防部让他们去着装，我们就谈一个制度，不要去拿性别去模糊。伟山，你不要拿性别去模糊这件事情，你这个是完全是歪楼的讨论。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作为一个军眷，可不可以说一句话就好？作为一个军眷，我真心的要说，这跟女性、男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非军人去践踏军人的尊严。在演习的过程当中，你既然是视察，你就不是作战体系当中的一员。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尊重军人，请先尊重军人所背负的国家责任荣誉。刚刚的那一位陈主任，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国家责任荣誉吧？好不好？我们军眷发言，休息一下再回来。这是这样。好，那么就这个礼拜六，不是下礼拜，这礼拜六就要投那个罢免的票啊。那所以呢，前天被认为是超级星期六，那昨天被认为是超级星期天啊。当然了，选前之夜也是蛮重要的啊，双方也是精锐尽出了哈，都抢占这个重要的这个场地哈。那在桃园，蓝白绿都在那个地方哦。蓝白现在是因为白本身没有这个地方的议员嘛，好，所以都是不分区，所以蓝白呢，现在我看昨天这个白在昨天嘛哈，在北平东路民进党前面了啊，民进党党部前面也办活动哈。那我看陈佩姐去哈。那在新竹哈，昨天这个在新竹郑正前哈，然后高虹安还有呢柯文哲的妹妹柯医生也去啊，也去啊，我有去了哈，就是柯文哲妹妹也去哈，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蓝白跟绿啊，现在在桃园对决啊，两边啊都是这个办这个大场的啊。那桃园呢，韩国区有场夜袭啊。这个只等那讯号一响啊，韩国瑜是说726台湾的民主走到悬崖的旁边啊，到底会不会掉下去？哦，那是不是呢？一党独大，用国家的机器、国家的资源，哦，把在野党全部罢免掉哦，因为现在罢免在野党通过31个通过了哈，我看算了一下，大概他的区域立委一共38、39个，除了金门马祖，哦，苗栗有2个没有，哦，还有新竹县一个林思敏吧，徐信颖没有，徐信林思敏也没有，林思敏有，徐信颖没有，所以就等于是5个，还有原住民哦，5个就是原住民不算，5个区域的。5个区域的这个没有过，其他都过了哈，就36个区域的不算原住民3个，那36减5个哦，或是38减3个原住民减5个区域的31个，几乎是这就是一个全面的疯狂的这个乱扫射哈。那所以呢，黄国昌在桃园啊，昨天是说呢，人民的愤怒现在达到最高点啊。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啊说呢，这叫做勤快追杀忠良哦。他主要讲柯建铭啦哦，
他说呢，柯建铭这个开始就喊罢免，说什么1月13号选完，1月15号他就开始策划讨论等等，他就好像勤快追杀忠良那删预算只是他们找的理由了他说赖总统跟卓院长不应该像昏庸的皇帝，让柯建铭呢胡作非为所以呢，为了防止一党独大，一定要大罢免大失败，因为民进党现在喊出来叫大罢免大成功那这边蓝营这边喊叫大罢免大失败而且呢，这个卢秀燕也说柯建铭是想当立法院长那大家觉得很不服气，我在立法院当大党编当那么久了，搞了半天怎么一个韩国瑜跑来当院长了，我怎么都没有呢所以呢，这个卢秀燕就生气说为什么都要听他的嘛其实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人也是不满的，但是不敢怒不敢言，不敢讲话所以呢，卢秀燕说大罢免应该要大失败，他这样其实是救民进党真的大罢免大成功对民进党不见得是好的民进党里面很多人也不见得是同意的那另外呢，罢免团体在桃园这个有6个罢免团体集结去唱《岛屿天光》合唱那他们的活动叫做同意罢免转动桃园晚会，因为桃园现在有6个立委都在被罢免之列了所以呢，他讲说要罢这个6区立委要转动桃园意思罢掉桃园才能转动那另外呢，王义昌说呢，如果说桃园的6个立委没有被罢免的话，给世界错误的讯息那另外呢，今天传出来桃园的水利系统被动员帮助罢免团体什么小组长啦，一个人要动员20个人以上啦所以大家担心说是不是呢？如果不去助阵的话呢，将来这个小组长或者这个水利会的这些干部呢，这个位置不保那水利署署长是否认了就当时那个本来农田水利会都属于地方他们自己来选，后来这个民进党把它收来了收回来以后，当时就说呢，说这样的话这样的水权比较公平，结果后来搞了半天，很多地方都缺水这个农民也叫苦连天那现在呢，选举也传出来被动员了那劳团说严正呼吁要停止不可以呢这种选举来动员这个干部那我们看一下。夜色茫茫，星月无光，自由炮声四野回荡。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台上高唱夜袭，号召国民党支持者726出门投票反罢免。3点攻击，打一个轰轰烈烈的胜仗。反罢免脚步晚间到桃园中立，除了韩国瑜，国民党重量级大咖几乎全员到齐力挺6立委。我们已经走到了悬崖旁边。如果民进党一党独大，用国家的机器、国家的资源，把在野党全部罢免掉，我们台湾的民主全部回到独裁专制的时代。紧接登场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把炮火对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为着伊要做地方议长，所以伊把规个国家都拖落去。为什么你民进党整党要听柯建铭的？现场出估破2万人冒雨参加，助讲来宾火力全开。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总统，让人民的愤怒达到了最高点。同时间，罢免团体在桃园杨梅也撩瑞 key， 要罢免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国民党，是因为你们是史上最烂的立委。726罢免投票决战黄金周，挺罢反罢各自秀出陆战实力。那这样子我昨天参加了这个，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民众党替我们台北市5位立委来站下了那事实上，整个要同路离开那事实上，整个场子非常热，非常热，真的非常热。而且黄国昌主席最后那段讲话讲得非常好那我整个感觉就是说，这一次是整个的大罢免是等于是赖清德总统主导，然后柯建铭总召操盘，他操刀的一个台版的文化大革命。你想一想，像不像？非常像。而且现在来讲，我现在每天晚上扫街一个里这样扫，我每个晚上扫2个小时，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碰到
有一些的人看着我就说：“赖委员，台湾现在变成呢，台湾怎么变这个样子？大家变仇人了，变仇人了。然后呢，还有人呢骑摩托骑到旁边了，骂三字经了，就跑掉了，就这样子。你就发现到说，在过去选举的时候，我知道他不支持我。”你了不起，文宣不能嘛？你就这样走就好了。现在不是哦，现在他一定要让你知道他反对你，他就大罢免、大成功、骂人大声。我觉得整个社会被撕裂了。赖清德跟柯建铭要为这次的大罢免之后台湾的整个大撕裂要负最大责任。台湾不再是台湾，台湾人家都认为说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现在你会发现到人不再是最美，因为什么？大家都仇恨啦，因为你要动员，你要罢免人家，靠的就是仇恨值的动员，要有仇恨才有动力，才有选票，所以就变成把你极端的污名化，那污名化到一个极致。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在于说，那726之后呢，台湾怎么办？现在想，这个情形极可能发生哦。罢免的蓝委不是太多，很少很少。请问赖清德，你的脸往哪里摆？你的杂志说大家都是朗朗上口。我刚才就碰到一些人啊，他旁边就挂了背章杂志，就挂背章杂志啊。他说赖清德说我是杂志，我骄傲，我是杂志。赖清德把跟意见不一样都叫做杂志，通通要去掉。就变成以赖清德的一个他的 mindset 的里面是说，只要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你就是中国同路人，你就是杂志，我就要把你去掉。怎么会变这个样子？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台版居然台湾最骄傲的民主变成赖清德跟这个柯建铭他们两个联手做一个促成一个整个台湾的文化大革命。台湾这一次。这个罢免之后，真的台湾是这个面目疮痍的，真的很惨。我觉得每次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很痛。我觉得谁罢掉谁怎么之类，可是问题是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现在在游街啊，那些反对我的人啊，那个心那个眼中啊，好像以后要把我杀掉的样子啊，很可怕的，那种是凶啊，以前从来没有的。以前我选举选这么多次。选举话，他不支持我就不支持我，他不看你，他不拿就好了。现在不是啊，他现在就是一定要让你知道他恨你。休息一下就回来。你看那个呛。